这就是2023最新太古神剧《咒中人》第1集上映当天就被网友打出9.2的高分，比最近火爆全网的寄屋出租还要生猛。整座学校被邪术诅咒，不断发生怪事。这天，一名学霸在强大的压力下突然爆发，竟然用卷笔刀削开手指，鲜红血液喷涌出。老师急忙上前制止，下一秒学生突然失控，用铅笔疯狂地刺向老师。同学们一刻也不耽地纷纷拿出手机拍照。很快，这件事就传遍了整个校园。学校认为一切都是学生压力过大导致，最终将女孩送进了精神病院。受伤老师也被无限期的停课。同时，各种猜测也在班级群甚嚣尘上。但小优却怀疑女孩是被邪灵附身，认为他们看似完美的世界正在慢慢的出现裂缝。于是他第一时间来到案发现场，试图寻找真相。不料手掌被锐器划伤，流出大量鲜血。无意间发现一些带有符文的玻璃碎片。就在他一脸疑惑时，新来的老师刚好从门口路过，急忙拿出手帕帮女孩止血，并提醒她不要再探索无知的领域，以免对自己造成伤害。很多事情都是无法用科学来解释的。果然，当老师离开后，神奇的一幕发生了，严重流血的伤口居然奇迹般的愈合。这让小优对这个陌生男人更加好奇，开始观察他的一举一动。表面上看似毛手毛脚的老师，竟然拥有操控动物的能力，这让他怀疑这些诡异事件似乎和他有关。晚上，小优和母亲聊天时，无意间发现他的镜子上也出现一些裂痕，暗示着恐怖事情即将发生。这天，女孩正在洗脸时，墙上的镜子突然抖动起来，下一秒，女孩被吓得连连后退，转眼间又恢复正常。这时，卫生间传来咚咚咚的声音，女孩完全失控，摆出诡异的造型。第二天，女孩溺死的消息又传遍了整个校园。据说保安大叔巡逻时亲眼见证了恐怖一幕，老师还在女孩书桌下发现一个微型摄像头。小优听后感到一阵后背发凉，因为前2名受害者都是全年级的第1、第2，而她正好是第3名。为了自救，小优开始秘密调查，想让同学利用人际关系帮她进入老师的办公室。因为在女孩遇害前，曾看到2人鬼鬼祟祟地走进房间，怀疑新来的老师有重大嫌疑。同学听后果断拒绝，不想替她冒险，更何况自己被潜规则只是为了提高分数。无奈之下，小优只好趁夜深人静时偷偷溜进老师办公室，结果在抽屉里发现一个法器和一件魔法长袍。就在他一脸疑惑时，老师突然走进房间，小优躲在桌下不敢出声。只见男人脱掉衣服，露出诡异的纹身，仿佛背后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。这时外面突然传来小孩的哭声，老师也瞬间消失不见。小优赶緊跑出房间向巡逻的警卫求助，不料对方早就被魔灵附身。小优被吓得落荒而逃，结果发现大门早就被牢牢锁死，无奈之下只好另寻出路。不料大叔很快就追了过来，一棍将他打倒在地。失去眼镜的小优眼前一片模糊，赶紧向大叔求饶，可大叔根本听不进去。就当他准备动手时，时间突然静止，被法器封住走位拽到千里之外。穿着魔法长袍的老师帅气登场，几个回合就将恶灵成功击退。当他向小优伸出援手时，突然从梦中惊醒，身上的伤痕也全部消失。小优不敢相信会有这么真实的梦。第2天来到学校报案，一切正常，昨晚的事发地也没有任何打斗迹象，就连帅气的驱魔人也变回笨拙的老师，还当着同学的面浇了他一身冷水。尽管如此，小优并没有生气，一脸羞涩地看着对方，似乎对他产生了一丝好感。就当西门以为蒙混过关，带他到办公室取备用校服时，小优突然变脸并反锁了房门，因为他确信昨晚的事是真实发生的，怀疑最近发生的怪事和他有关。自从第1名学生出事后，他就开始收集证据，秘密调查，并且推断出第2名受害者。当他发现女孩出现异常后，就偷偷在她桌子上和学校各地安装了微型摄像头，成功将昨天发生的事录了下来。果然顶级高校的学生都是人精，身份暴露后，西门彻底慌了，劝他不要多管闲事儿，以免遭受不必要的伤害。这时小优从包里拿出一块写满符文的玻璃，说他已经被恶魔标记，所做的一切并不是作死，而是自救。西门借着不断吹出一口仙气。当他再次醒来后，已经被对方绑了起来。只见西门念着咒语缓缓走来，把手按在额头上，让他在幻境与现实之间来回穿梭。经过几个回合后，小优彻底爆发，用力挣断绳索向西门扑去。原来刚才的一切才是幻境。小优清醒后，从嘴里吐出大量清水，周围的符纸瞬间变成黑色，说明他体内的恶灵已被成功驱除。随后，西门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，他原本是一名驱魔师，伪装成老师就是为了调查学校的灵异事件，怀疑有人在学校施展巫术。如果不尽快找出下咒之人，将会有更多学生遇害。为了提高效率，2人迅速组队，那么他们能否顺利完成任务？2023最新太古神剧《咒中人》第2季惊悚来袭，以竞技民俗泰国邪咒为核心，
血腥画面和深层恐惧结合到一起，将这部高频反转的恐怖神剧推进巅峰。由于学校被恶魔诅咒，接二连三的怪事不断发生，2名顶尖学霸相继遇害。关键时刻，小优被驱魔人西门成功救下，决定一起组队找到幕后真凶。为了安全起见，两人只好暂时住在一起。害怕被同学误会，西门专门带他从后门进入。离开前，将一个护身符送给小优，只要带着它就能抵挡恶灵入侵。不料这一幕恰好被同学拍到。进入教室后，小优就遭到无情审判。就当小优左右为难时，西门突然出现，以叔叔的身份将他教训了一番，并提前用法术蛊惑小优的母亲，给他发了一段证明身份的语音。事后，小优愤怒地来到办公室，指责他不该对母亲使用巫术。结果刚一开口，就被西门强大的气场镇住。随后，西门将一本名单交给他，让他多留意上面的同学。从凶手的行为来看，对方可能只是业余者，而且使用的法术都从网上自学而成，最多只能让受害者产生幻觉。法术的强弱主要取决于3点：一是工具，2是施法者的意念。第3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那就是下咒之地。由于高强度的学习压力，使学生们积压了太多怨气，所以施法者才会在这里变得如此强大。接下来，他会到这些标记点破解诅咒，而小优负责观察名单上的人。他感觉下一个受害者或者凶手就藏在里面。这时，小优突然在名单上看到闺蜜的名字，同时一个神秘人正在暗中注视着她。下一秒，诡异的事情再次发生，小优突然感觉喉咙里卡着什么东西，用力扣出来后，竟是一块玻璃碎片。这时，闺蜜突然出现在身后，被无数只鬼手牢牢缠住。小优本想上前施救，可身体却无法移动。眼看闺蜜就要两额半突然从梦中惊醒，原来只是一场噩梦。可小优还是有些担心，赶紧给闺蜜打去电话。得知闺蜜准备去音乐室后，连忙劝阻，怀疑那里已经被邪灵诅咒。可闺蜜根本听不进去，结果刚走进房间就被下课追救。小优火速赶往现场，竟看到一个浑身是血的恐怖人偶。西门听到惨叫也跑了过来。这时那个神秘人再次出现，被西门发现后迅速逃离现场。闺蜜受到惊吓后不敢去学校，决定在家休息几天。经过调查，西门发现凶手的真正目标都是学校的优等生，为此他专门制定了一个新计划，利用周6时间在学校开设特殊辅导班，让优秀教师公布考试范围，到时候成绩好的同学肯定会到，凶手必然不会放弃这次机会。大部分学生到场后，嫌疑人果然如期而至，径直坐到小优身后。西门赶紧翻看学生资料，劝小优不要轻举妄动，可小优早就被吓破了胆，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偷偷转动了手机，结果发现女孩正死死地盯着自己。下一秒，卷发妹突然起身，迅速跑出教室，小优紧随其后，一直追到卫生间。当他打开最后一个隔间时，被对方一把拽了进去。西门听到叫声后也追了过来，小优被对方捂住嘴巴，无法出声。西门小心翼翼地走上前，结果刚走到门口，女孩就拿着水枪冲了出来，紧接着又是致命一击，然后大声地念出咒语，试图用糯米驱赶她身上的邪祟。原来卷发妹是神秘社区的成员，一直在暗中调查黑魔法事件，把行为诡异的西门当成了幕后黑手，以为他在利用法术诱骗女学生。为了保护小优，才闹出搞笑的乌龙事件。误会解除后，西门继续破解诅咒，来到一间荒废的教室后，无意间在桌子上看到一个诡异的符文，和小优之前收到的一模一样。他赶紧用符文将所有诅咒之地连接起来，发现最后指向的竟是学校的后花园。西门顿感不妙，赶紧后花园跑去。这时一个神秘人突然出现，天空瞬间电闪雷鸣，被乌云遮盖，仿佛暗黑恶魔准备吞掉整个世界。教室这边，一只乌鸦突然撞死在玻璃上，紧接着所有学生纷纷呕吐起来。就连图书馆里的卷发妹也变得面目狰狞，倒在地上不停地抽搐。这时西门也来到了后花园，果然在大树上看到恐怖的符文，他赶紧念出咒语，缓缓靠近，在石头上发现一个隐蔽的传呼机，看到上面的邪教标志，才发现自己中了恶魔的圈套。下一秒，突然被一股神力击飞。小优这边看着痛苦的卷发妹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只好将自己的护身符交给对方。没想到卷发妹恢复正常后，小优又突然呕吐起来。几秒钟过后，一切恢复平静。原来是西门用法术赶走了黑暗。这时一个黑影突然从身后闪过，小优毫不犹豫地追了上去。刚到教室门口，又接到西门的来电，告诉他凶手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强大，劝小优不要轻举妄动。可面对近在咫尺的凶手，小优决定放手一搏。结果当他踏进房间的一刻，突然被带到充满黑暗的异世界，同时凶手也消失不见。这下小优彻底慌了。西门劝他保持冷静，世界上根本没有穿越时空，他还是在原来的房间，只是被对方用法术蒙蔽了双眼。刚才看到的凶手很可能就在你的身后。情急之下，小优一把掀翻桌上颜料，随着红色液体的蔓延，他终于看清对方的位置。结果没跑多远就被对方追住，死死地摁在课桌上。千钧一发之际，西门及时赶到，将房间里的封印一一破解。这时小优终于看清对方的身影，虽然他戴着面具，但小优通过眼神一眼认出她就是自己的闺蜜。当他准备除掉小优时，身体突然失控，手指逐渐被掰开，匕首掉在了地上。原来是西门用法术进行的压制。凶手见状只好落荒而逃。
西门正要上前追赶，却被小优以危险为由强行打断，最终让神秘人成功逃脱。这时西门猜测小优已经知道了对方的身份，99%是她的闺蜜。听到这，小优终于哭了出来，无法接受闺蜜杀害自己的事实。果然，女人的眼泪是征服男人最好的武器。为了安慰小优，西门陪她一起共进晚餐，像情侣一样陪她疯陪她笑。最后来到楼顶，感受寂静的夜空。此情此景突然勾起她之前的梦想，那时她非常渴望站在最高的楼顶俯瞰世界，心情就会像天空一样豁达，能看透自然万物。为了帮她实现梦想，西门直接用法力带她穿越到另一个世界。ระวังตั้งสติหน่อย 然后坐在最高的楼顶体会人生。这一刻，小优内心的悲伤全部消除，对西门讲起她和闺蜜的故事。当时闺蜜和她一样没有朋友，总是一个人躲在角落画画。小优看到后主动上前打招呼，没想到两人成了最好的朋友。但她发现闺蜜有很大的学习压力，为了帮她走出困境，两人经常一起逃课，偷偷做他们喜欢做的事，感受人生中的每一份美好。那段时间也是他们最快乐的时光。没想到闺蜜母亲的一条短信将这段美好打破。考试结束后，闺蜜母亲邀请小优到家中做客，发现女儿的成绩越来越差，而小优的分数却和她完全相反。除此之外，还在摄像机里发现两人的秘密，因此将一切责任归咎到小优身上，这让她瞬间有种快要窒息的感觉。回家的路上，小优发现有东西丢在了闺蜜家，没想到当她再次返回后，竟看到此生难忘的一幕：闺蜜的图画全部被母亲烧掉，跪在地上拼命求饶，结果换来的却是一顿毒打，并烧红的火钳狠狠地刺向她的后背。从那以后，小优变得无比自卑，不敢再靠近她，害怕给她带来伤害。而闺蜜内心遭到重创后，对这个世界彻底绝望，甚至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。就当她准备自杀时，突然收到邪教组织的邀请，下一秒门铃响起，门口出现一个红色包裹，里面装着一本诅咒宝典和一个诡异的面具。就这样，闺蜜成了恶魔的傀儡，用所有怨气在学校施下巫毒诅咒，开始对那些顶尖学霸进行疯狂报复。而且她早就知道西门在暗中调查此事，为了撇清自己的嫌疑，故意在音乐厅制造恐惧。虽然当时的光线很暗，但小优还是很清楚地看到闺蜜手上的血迹。尽管如此，她仍然不敢相信这一切是闺蜜干的，甚至认为是她将闺蜜变成了恶魔。如果那天她没有选择逃避，闺蜜的内心就不会扭曲，然后彻底黑化。现在她不想看着闺蜜继续犯错，希望西门把她从黑暗中拯救出来。其实西门早就知道她也是受害者，背后还隐藏着更强的 BOSS。现在闺蜜的身份已被揭穿，如果不尽快采取措施，对方会在2天之内斩草除根。第二天，两人立马展开行动。西门以家访为由来到闺蜜家，可无论他怎么敲门，对方却死活不开。就在两人争吵时，西门拿出罗盘，发现周围一切正常，闯入房间后发现里面空无一人。刚才的对话都是从手机里传出来的。西门预感不妙，赶紧向学校跑去。而此时闺蜜已经来到图书馆，准备对小优痛下杀手。在西门到达前，她该如何自救？小优被最好的闺蜜追杀，在教室内拼命逃窜，闺蜜拿着匕首向她步步逼近，不料被小优提前布置的法阵灼伤。小优见状，赶紧劝她停止杀戮，再这样下去很快就会被诅咒吞噬。可对方早已被仇恨蒙蔽双眼，多年的怨恨怎么能说放就放？她针对的并不是某个同学，而是整个世界。当闺蜜摘下面具后，小优被彻底震惊。为了报复社会，她已经放下所有，在脸上刻出符文强化巫术，准备对这里施下最恶毒的诅咒。只见闺蜜划开手掌，将鲜血滴在法阵上，然后念出一段咒语，轻松解除了封印。และในเมื่อไม่เหลืออะไรเลยก็ไม่มีอะไรที่ต้องคอยต่อไป小优被吓得撒腿就跑，不料闺蜜一个闪现，直接来到面前，一把掐住小优的脖子，将其摁在墙上。就当她准备痛下杀手时，又突然失去控制。西门再次以帅气的姿势出场，让小优先行撤退，自己留下来对抗恶魔。可此时的闺蜜比之前更加生猛，居然掰断手臂，更破术。当他准备发起进攻时，逃走的小优又返了回来，拿着灭火器疯狂扫射。西门见状，急忙将小优拉到一边，劝他回到安全的地方，不希望看到他为自己受伤。两个巫师有他们独特的战斗方式。说完，又转身回到战场。小优离开时，看着男人帅气的身影，似乎对他有了一丝好感。回到贴满符咒的房间后，小优内心惶惶不安，脑海中全是对男人的牵挂。这时，一个黑影突然从窗前闪过，看到两人摔下楼后，小优以飞一般的速度冲到楼下。从完全摔碎的面具，不难发现闺蜜已经输掉了一切。可面对残酷的事实，她仍不甘心，不顾一切地向树林走去，准备到祭坛前施展最强诅咒。结果眼前的一幕让她彻底绝望。原来西门发现这里不对后，就让小优将祭坛破坏，并成功清除上面的诅咒。现在诅咒中心被毁，闺蜜唯一的希望也随之消散。这时小优走上前，开始深情告白，对她说出两人之前在一起的美好时光，证明自己一直没有忘记，更没有背弃他们之间的承诺。当时看到她被母亲家暴的残忍画面后，就再也不敢靠近她，害怕给她带来2次伤害。得知真相后，闺蜜忏悔不已。
已。被小优成功感化后，放下了所有仇恨。就当西门对此感到庆幸时，突然被一股神力击飞。看来隐藏在背后的 BOSS 并没打算放过她。闺蜜被对方操控着全身，用刀疯狂地划向手腕，然后将鲜血涂抹到大树上。下一秒，天空突然乌云密布，出现无数的烈火。眼看闺蜜即将被黑暗吞噬，西门迅速脱下外套，冲上前帮闺蜜挡住致命一击。 อย่าเข้ามาทุกอย่างมันบานปลายไปหมดแล้วยังมีอีกทางหนึ่งฝากทุกอย่างด้วยนะ 当他再次醒来后，已经被黑暗力量彻底吞噬，瞳孔也完全变成了黑色。小优见状，急忙逃跑，躲进图书馆后，给卷发妹打去电话，让她将驱魔咒语告诉自己。就在这时，一只蜜蜂突然出现，暗示着西门已经追了上来。原来对方不仅控制了他的身体，还能利用他的法术。幸好小优早有准备，顺利逃出大楼后，用拖把将房门反锁。来到游泳馆，终于得到解除诅咒的办法。小优毫不犹豫地割破手掌，然后在这里施下诅咒。当西门踏进游泳馆的瞬间被蒙蔽双眼，无法看到小优的身影。得知自己成功后，小优更加自信，利用障眼法将西门引到跳台上，然后用法器将其控制一把推进泳池，正好落进他提前布置的法阵中央。这也正是西门之前帮他驱魔时所使用的办法。趁西门在水下挣扎时，小优按照图片大声地念出咒语，没想到西门很快挣脱束缚，从泳池里缓缓上升。咒语结束后，小优赶紧取下护身符，凝聚所有意念，将项链丢进泳池。西门瞬间跌落在水里，痛苦的挣扎。几秒钟过后，一切安静下来，周围的符纸也逐渐变成了黑色，说明西门体内的恶灵已被成功驱除。这时，小优因体力不支不慎掉入泳池，紧急时刻闺蜜突然出现，奋不顾身地跳进泳池，将小优救了上来，让她履行之前的承诺，别再抛弃自己。แกยังไม่ได้ทำตามสัญญาเลยนะห้ามทิ้งเราไปอีกนะ 西门用手比作相机，帮他们拍下这美好的一刻。几个月后，一切恢复正常，闺蜜脸上的伤痕也逐渐消退，带着她完美的画作登上了领奖台。在小优努力的劝说下，母亲也答应女儿做她自己喜欢的事。反正一切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。现在诅咒已被清除，西门也决定离开这所学校，退出学习群，删除所有记录。这时，小优突然出现，准备给她举行一场欢送会。一切欢笑过后，小优突然变得满脸忧愁，决定让西门带她离开，一起去调查黑魔法事件。面对女孩的表白，西门果断拒绝。没想到小优直接吻了上去。当他准备再次表白时，西门一口仙气将他送回老家，并帮他选择了当老师的志愿，彻底从他的世界消失。回到学校后，他们感觉一切好像从没发生过一样，网上也没有查到任何关于邪教组织的信息。这时，小优突然看到一条新闻，上面报道西门化身圈外富豪与名模混在一起，这让两人突然意识到，原来一切并不是梦，只要他们相信自己，一切都是真实的存在。电影最后，西门将名模送回家，可女人每次都不让他进屋，这让西门更加怀疑他和黑魔法有关。但为了放长线钓大鱼，西门正在不断的寻找机会。女人进入房间后，屋里果然坐着一个神秘人，而他正是隐藏在背后的终极 BOSS。虽然这次彻底输给了西门，但他坚信只要人们的欲望还在，两人终会再见。